哎，老曹，我刚刚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一个直播卖课的视频，他说只要花998块钱，就可以教你写 AI 提示词，还会给你送一个什么高级账号的。你说我要不要咬咬牙买一个？我怕我现在再不学的话，就要被这时代淘汰了呀。买啊！你要是觉得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现在就去买。你现在的这个状态呀，我跟你说很典型哈，特别像什么？特别像一个刚进城的人。听说城里的人呐，出门都坐汽车哈，他第一反应不是去坐车，而是先花1000块钱报了个班，如何正确打开车门的培训班。哎，你不要先急着反驳哈，你先摸着你自己这里啊，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电脑的底盘里面是不是躺着好几个全网最全的 AI 教程？你是不是每个月还在老老实实交着100多块钱的 AI 会员？然后呢？结果呢？你每天用它最多的时候是做什么？就是对着那个网页对话框打一行字啊。傻叉老板，老子不干了。然后让他帮你润色成尊敬的领导，为了个人发展，我决定提出离职。你这不是在用 AI 哈，你这是在拿核弹学苹果皮皮啊！你花了那么多钱请了一个超级大佬，结果你让他做的事情就好比你花了重金从清华北大请了个博士后啊，包吃包住，然后每天啊只让他帮你到楼下的快鸟驿站拿个快递，拿完了快递你还得哟。哎呀，科技改变生活啊！改变了什么？你这不是科技改变生活，你这是被人当猪仔了，还帮人家数钱喽！啊，在这个市场上哈，其实就2种人，一种是卖课的，另外一种是收订阅费的。他们每天在做什么？天天拿新闻吓你啊！不会 AI 你就完了，不会提示词你就要淘汰，再不学就没有机会了哟。这个就是等于哈，在健身房里的销售指着你的鼻子说，你再不办我们这里的年卡，明天啊你就会死于心肌梗塞。哎，你以为你花那么多钱啊买的是生产力吗？哎，不是，你买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我还没有被时代抛弃的感觉。但问题是什么呢？你交了钱最后到哪里去了？他们拿着去升级设备，训练模型，最后研发出一个全自动的系统，精准的高效的把你给开除掉。你这个叫什么？你这叫自费给刽子手磨刀。哎，你还问我锋不锋利？好，先说到这里哈，你可能就有点不舒服了。那么你心里就在反驳了哈，那我不用 AI 呀，我不就完蛋了吗？错，你不是不会用 AI， 你是用错了方式。我就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你现在用 AI 是在做什么？聊天对不对？你一句嘛，他一句，你改一句，他再给你一把，这个像什么呢？就像是你在带一个实习生，而且还是那种什么也不会，还特别爱问问题的哦。你本来是想偷懒的，结果呢，花钱请了个祖宗回来，你是有受虐的倾向吗？你累不累呀？说实话啊，你就说实话。真正的效率是什么？不是你写一句他回一句，真正的效率是啊，你不管过程，他自己把事情做完。你见过哪个包工头亲自下工地，一块砖一块砖的教人怎么砌墙的？没有。包工头他只需要翘个2条腿，坐着躺着，看着机器自己转就可以了。所以问题的根本不是在 AI 啊，是在你还停留在聊天这个阶段。只要你还在网页上面输入一句话，等它吐出一个结果，你就不可能真正提高效率。别人把网页一关，你就彻底傻眼了呀！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讲的就是重点了，也是今年真正的分水岭。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就是不要再聊天了，可以去养一只电子小龙虾啊，不是让你去菜市场买水产哈，是一个开源的工具，叫做 OpenCloud。因为它的标志呢像个钳子哈，就被称作为电子小龙虾。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以前你用网页 AI 啊，那个是算盘，那么这个呢它就是计算器了哈，而且还是那种24小时不睡觉的计算器。你把它免费下载下来，装到你的电脑上面去啊，它就可以直接连上你的微信、飞书，甚至你的工作邮箱。就在前几年哈，已经有公司开始封这种工具的接口了。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了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大家都不去买他们的网页版 VIP 了，急了呀！他们就是要逼着你退化成一个只能在网页上面打字的笨蛋。你肯定会说，老曹，我不会写代码呀，这个小龙虾怎么养？2026年了呀，早就有一键安装的傻瓜包了你点几下它就可以跑。重点不是安装，而是它能够为你做什么。我就给你说3个场景你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叫做会议记录嘛。那么你是不是特别烦开会呀？早会、周会、复盘会、汇报会，一开就是1个小时起步，2个小时正常全部都是废话。你人坐在那里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想，还要准备发言，整个人都冒烟了。现在就换另外一种方法你可以让这个 AI 帮你做3件事：记录、总结加整理。你只负责一件事情该点头的时候点头，老板突然点你的名字你就已经看到 AI 帮你整理好的重点了你张嘴就是总结，老板就觉得你思路清晰你没有变聪明你只是多了个东西在旁边帮你转。那么第二个就稍微厉害一点了叫做废话消耗废话上班最烦的是什么呢？就是各个部门之间甩锅扯皮的工作群天天催这个做了没有，进度如何呀，什么时候给我呢，对不对？你烦不烦现在你不用回了直接就给小龙虾下一道死命令以后只要是隔壁那个烦人的王胖子发过来的催进度的消息不用告诉我，直接拦截。拦截下来做什么？让小龙虾去专业的和稀泥他会自动的翻看你们之前的聊天记录模仿你的语气，然后给那个王胖子回一段滴水不漏的话。收到，这个需求非常的重要，但是目前呢，我正处理一个10万火急的项目已经排了期了，预计下周3就给你答复，如果紧急情况请联系其他人。你看 AI 直接就帮你回复了，而且说的还更圆滑，全自动发出去，你连看都不用看。那么第3个我跟你说了，这个已经不是偷懒了是赚钱了。现在做点生意呢，是不是很难呢？流量贵嘛，竞争大，你只需要给小龙虾设定一个目标去跟我盯着小红书还抖音上面那几个最大的竞争对手的评论区。小龙虾它就像一个不要命的疯子一样24小时盯着那里看天天盯，全天候的盯。只要有人在评论区问多少钱，怎么买，有链接没有，1秒钟就要1秒钟，同行还没来得及看手机，你的小龙虾已经自动私信过去了。我这里有同款，便宜30块发货还更快。你人都不用动，客户就被你接走了这个就是机器打人了呀！别人还在手动回消息，你已经全自动了现在你再回头想一下区别在哪里？那些卖课的还在教你怎么去跟 AI 对话，我今天告诉你的是怎么让 AI 给你打工一个是跪着，一个是站着，你选哪个？讲了这么多你可能会觉得老曹你这是在教我怎么偷奸耍滑。如果你只听懂了这一层那你应该算是白看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每天在 AI 网页里面输入的是什么？工作内容、公司信息、客户数据、你自己的想法，这些东西到哪里去了？他们被当成饲料拿去喂模型了用户协议里面密密麻麻的写着你的输入有可能被拿去训练，你不仅掏了钱你还倒贴钱给别人挖矿。一旦你习惯了那个网页明天它涨价到200块，你交不交？如果把你账号封了，你是不是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了？因为你失去了理解它的能力。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尽量把东西放到自己这边，哪怕慢一点，哪怕麻烦一点，但那是你的呀，不是别人的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未来不会分会不会用 AI， 只分2种人，一种就是用 AI 做事的人，一种是被 AI 替代的人能一直听到这里的人呢，那么恭喜你你的耐心呢已经超过了网上90%刷短视频被刷成脑残的人了至于那些听了一半就划走的或者现在还在搜怎么买高级提示词的人，随他们去吧，市场总是需要韭菜的嘛记住一句话，不要讨好机器，让机器来讨好你。今天就先说到这里点个赞，订个阅我们下期再见。